各位大家好，我许卓云。现在我这次开始是想要从欧洲的民族国家的起源以及它的演变。这民族国家本来是一些诸侯，我刚才说过，各个蛮族或者各个族群，他们的自己管理自己事情，没有管理制度，就是个酋长，一个部落，酋长自己是自己公爵，他底下一批武士跟着他跑。替他管人，农民有的不是他自己人，被他抓来种地的，或者他拿人的地就抓了以后，问农民收税，这些还有呢市政，他管理一下。当时是很没有管理系统，也没有法律，也没有规定。公爵、伯爵他想要打仗了，他就问老百姓摊派钱，他就需要兵员来补充他的武士，他就老百姓就抓来做兵，这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他们住在堡垒里边，自己安安全全；老百姓住在农村里边和乡下，那么这做生产的农业工作，市政里边做的很简单的一些木匠啊、或者铁匠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很简陋的一种情况。在中国水平来讲，这个要到新石器时代刚刚过，差不多3000年左右的以前，就是现在他们必须要改变，因为他们不能这么过日子下去。于是，在这个民族国家出生以后，尤其在教皇权威衰退以后，就慢慢演变了一个公爵底下的一个国家有个主权，主权的认定是经过一次会议。一次条约，有2大诸侯对抗了很久啊，终于取得和平。就这威斯特伐利亚条约，那个条约规定了各个国家本身以自己的民族为主体，这个民族共同的拥有这个国家的主权，也就是国民共同拥有这个国家主权。君主是治理者，市政、农村各有各的治法。这规定好以后，说大家要根据一定的法律，法律一方面符合神的意志、神的指令，一方面符合我们的需要。于是逐渐他们就发展到个地步呢，就要市里面的市政府，一个叫 count。也就就是县的意思，一个县有个县政府，县政府就分科办事、分区办事，但他们还没有做到分科办事，专家办事还没有做到。法律呢，也到后来要到拿破仑的时代，才拿这个完整的民法、刑法整理成一套大陆法系，这是还远得很呢。但这个是国家逐渐起源，有了这个起源以后，我们可以去看国家对外扩张，就有很多法律依据啊，也有条例，有管理的方法，怎么样动员自己资源，怎么样拿这个资源调动出来以后好好管，好好训练自己军队，这样子就开启了新的机制，国家与国家的作战。不是凭着武士来带队打仗，是有常规训练，有常备军，有在动员军队，还有老板支援，平常的老板也有其他的必要的义务要做。那么纳税只是其一，还是铺牢狱等等等等。那么老百姓说不公平，说你们错了，你们坏了，他也可以向这个国君。诸侯或者王来诉愿，说我们得到不公平待遇，官员就不好，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审判，到什么都搞不定停当的时候呢，还请教廷里面派几个主教来一起处理一下。所以这样子一个国家形成以后，就有国力的发挥，也有国家拥有的财富。所以后来经济学的祖宗就写《国富论》，亚当·史密斯，他不讲是个人财富，讲的国家拥有的财富，这个就启动了资本主义的这个出现。
那么，虽然理论还没完整，但实质上已经进行的呢是另外一个课题，那课题就是向外的扩张。当时中国相当于宋朝左右，以全世界生产额最大的国家，从铁器到瓷器到什么用具都中国出产，这东西运输到欧洲去，距离愈远，价格愈贵，中间转站的地方在回教的地区，回教收扣头，他拿的都先买下来了，再卖给你。他买下来，比如说5万块一条船的货，他卖给你15万块一条船的货，这个他赚大钱了。所以这个欧洲人愈想愈不服帖，这必定有条路可走。哎，这条回教呢，条条路都挡住了。你要走波斯湾，不许走，经过回教地区，红海不通。红海只有条最后一段小旱地，但红海是最大量的中国来的商货到达地方，因为他走完了红海这一大段窄海啊，只有20-30里、30-50里的这个沼泽地要穿过，那时候起岸过去，再从船只运到欧洲各处。这个就使咱们想想看，我们既然在大西洋旁边曾经打转，我们何不从大西洋试试看，能不能找路？大西洋茫茫不见边，于是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呢，既然在非洲边上走，慢慢也从非洲的本地老百姓上知道了消息，说这个地方大西洋啊，不是这样子有头的，过了头另外一个世界。同时回教带运过来的商品也在非洲的岸边看得见，所以他想呢一定有路。摸到好望角，哎，一转过去，南风变成北风了，或东风变成西风了，转风头了。大陆的气候在这个海洋大陆相交的时候，在尖端的地方总是会起风头。所以这叫 trade wind， 贸易风，贸易的帆船要靠这个风来吹。哎，转了风，一下子知道了，下面就是中国，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船都在大西洋里打转，没有找到太平洋，他没走得够远，他在大西洋直打转，转不出路来。有个人叫哥伦布，他就厉害了，他就找到了，他找到个地图，这个地图怎么来的，我们到今天还不清楚。而且他从回教那里学到了中国的罗盘，这2个法宝使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走，从西班牙出发。葡萄牙的国王皇后给他资金，让你买船，让你探险，探险回来大家有利的，他就直着往大西洋横着走，不是往下走南走，横着走，地球圆了嘛。终于有一天被他冲到了美洲旁边那个岛屿，终于第2次他到达了大陆边。终于这回来才知道是新的世界，但他不知道这新世界，他以为我再穿过去一条大河，我就到了中国。我现在找着河口，他永远没找到，所以他叫这个印度。所以这个就是一戳到底之后，戳出问题来了。这个开发的事情找到了美洲，但他并没走通以前。亚洲人民经过好望角，终于找到了马六甲。马来西亚这个半岛的尖端，新加坡的旁边。大西洋其实不太大，从慢慢摸，岛屿很多，
终于从土人呢慢慢知道那边还有，到了马来一岛的转角口啊，忽然发现转风头，顺着马来西亚本上，慢慢，葡萄牙人找到了中国，荷兰人跟着来，葡萄牙人找中国，西班牙人找到了美洲其他土地，西班牙人找进来，就在西班牙落户生根，在印尼，就在马来半岛的尖端的对面。葡萄牙人找到中国，在请求中国答应的是摆在澳门。这个3个海上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就占有了东方，而西方呢，葡萄牙、西班牙跟英国占有了大西洋的对面。这个就起纠纷了。教皇就说，从此以后，最高壮的葡萄牙、西班牙两个这个教会国家嘛，天主教国家，教会说，东边归葡萄牙，地球东边归葡萄牙，地球西边归西班牙，这个荒唐得很。那里住人的主权就不管。于是乎，在开发的过程之中，寻找探险之中，只要到一个岛，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下来，拿国旗一插，拿个十字架一插，奉我主国王之命，得到我神上帝的许可，这块土地变成我主西班牙王或者我主葡萄牙王的领地。这个天下没有这么荒唐的事情，而居然如此做。人类自从有战争以后，你可以抢占人家土地，没有办法抢占从来你不知道的土地，啊，这个是荒谬其堂。但如此做了，但这一条贸易走过来以后，发现有个事情很好，除了中国的商货以外，这一群南太平洋跟印度洋的岛屿，很多了不起东西，香料。欧洲人吃肉，他种田种的不怎么样，吃肉，而且所有的游牧民族基本都吃肉。香料是做肉最好的事情。再呢，学到了喝咖啡，学到了种coco，学到了种烟草，这几桩事情，还有后来找到橡皮、橡胶，这几个好买卖，于是增加了他们的财富，终于使葡萄牙一个小小的国家在欧洲就变成大富国，但他不会经营，他就拿回去就卖了，就花掉了。西班牙在大西洋那边没找到那么好东西，但至少小岛他们也就种太平洋这边跟着印度洋这边能够找到的咖啡啦，这个橡胶啦都种，所以呢，他认为很占便宜。但是另外灾害瘟疫传出去，闰年闰月，船上带东西，脏乱，传染病，所以常常一条船回来，莫名其妙进了港，剩下1-2个人，等到进了港，那1-2人死了，一条鬼船入了口，这瘟疫传到欧洲，所以欧洲不断的有不知名的瘟疫出现。同样，他们的瘟疫就带到亚洲的口岸，又带到美洲的口岸。第二个事情，他们知道了这个，有了这以后，他们呢本身啊就开始更努力的去寻找中国，找到中国也要求跟中国有来往，所以在中国，在葡萄牙占了澳门开始，那个葡萄牙人中国第一次接触，
欧洲人跟中国第一次是去了一批很有学问的神父跟中国士大夫交接，但这个交接的过程呢，菩萨传教的东西非常一般，他知道那知识，他解释不出来。神父不能解释化学物理，不愿意解释太阳是中心，所以他们带到中国的知识是有限的，他不愿意讲很多话。他拿枪炮，他交给中国工人做欧式的西式枪炮，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近代的枪炮来代替从前枪炮。他们的枪炮是火药放在前面，扳机在后头打出去。中国过去的枪炮是火药摆在后面，自己炸出去，是个飞弹的做法。那么现在中国才知道的事情，而在欧洲人到了美洲以及到了很多岛屿，也犯了更大的毛病。印第安人没有欧洲人抗体，欧洲经过那么多瘟疫之后，很多抗体它有了，尤其有个病天花。中国老早知道天花的防御，就打牛痘，欧洲不知道。于是西班牙人拿欧洲的病传到了葡萄牙一样，葡萄牙也欧洲病传到了美洲，整个的南美、中南美几乎人口死光，居然是以50-60个枪兵夺取了英卡帝国。那英卡的武士讲起来可笑，英卡武士没有金属的刀，是硬石头的刀，硬是磨得很光很亮，是翡翠刀、白玉刀，尤其翡翠刀很利，拿了翡翠刀有个枪支来对抗，一枪一个枪屠杀，然后呢，国王关起来要黄金，要一屋子的黄金，铺满了黄金拿走以后，那皇帝杀了，印卡帝国从此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奴役的国家，要说将来他们革命才独立。同样的，墨西哥也是被西班牙跟葡萄牙合着做，玛雅文化、玛雅王国也这么灭掉，而北美洲的被他们传进来了，因为北美地方大，这居住地方散开来的，所以还好没有全死，所以现在存留的美国的印第安人，还是这个本来的印第安人的一部分，而在南美洲的基本上都是绝大多数混血，已经没有多少真正印第安人了。这个是天地之间最大的罪恶，灭人灭族啊！还有呢，美洲大陆上，我跟你讲话这块地方是个大湖区，一望无边那个大平原，5个大湖旁边走，天下没有这么好的农田，山不高，丘陵，有河流，有山谷，有平原。当年的野牛啊，随地乱跑，这里没有马。当时印第安人进来是没有那马队了，没拿马带进来，所以我们理解着印第安人进来是在亚洲知道有马以前，也就是说大概应该是6000年以前是最后他们到达的时期，不然不可能。所以人家有人在猜他们拿商朝的甲骨文带过来，这是错误的。你能够拿马带过来，才能带甲骨文过来。
没有轮子，没有车子，所以这个两个缺席的东西，就说明了他们到离开亚洲的时间大概6000年以前，最晚6000年，大概还更早一些，可能3批4批进来的。我的估计3万年前到6000年前，大概分了5批进来。好，各位，我们下回再见。